高贵，有一点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感觉。叶琳，于飞，你来了，原来是来找你啊！宇阳他一路上跟我卖关子，都不肯告诉我。对了，我听说你答应动手术了，真的太好了！我相信你的眼睛一定可以复明的。谢谢。那今天你让我来，一定是试伴娘礼服的，对吧？我现在就去试。不用了，于飞，伴娘我会另外找人的。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换别人啊？因为我们自己也要结婚了，你怎么可以当他的伴娘呢？我们不是才说好等明年再说的吗？这都要谢谢叶琳。那天我跟她聊了一下，让我早点想通。于飞，我们还是早点把婚事办一办吧，啊？但是我们婚礼迟早要办的，又何必拖呢？除非你不想嫁给宇阳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就成了。早点举行婚礼，我妈和月姨那边我会亲自跟他们沟通。小姐，麻烦你带我未婚妻去试一下婚纱。好，小姐这边请。没事，先去试一下嘛。来，去。请。试一下。叶小姐，你的婚纱也准备好了。你去试一下吧。我要当新郎了，你不恭喜我吗？看来我们上次的谈话，让你对我误解很深。张先生，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，我是基金会的秘书，让叶琳的眼睛复明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来达成任务。我希望你的尽一切努力，只用在这个事情上面，对其他事不会如此。你放心，我对其他事情也无需尽一切努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谢谢你劝动了叶琳，希望这次的手术能够成功。小姐真的很漂亮，谢谢。你真的好美啊！这里太贵了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好。我说过，我会尽我一切所能，给你一个最疯狂的婚礼，不是吗？贺凡，来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听你这么说，我也想亲眼看看自己穿上婚纱站在你身边的样子。叶琳，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，就像是英国的凯特王妃一样，那么迷人，那么有气质。谢谢。我想你穿上婚纱应该也很漂亮，可惜我看不见。不会的，叶琳，等你眼睛好了以后，就可以看得见了。对，等你眼睛好了，一定能看见。于飞穿婚纱好看吗？我不知道，没仔细看。我想于飞嫁给宇阳，他会幸福的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你说是吗？嗯，
应该吧？你说话别总这么冷嘛，别人会误会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转告于飞，你打心底里祝福他。我相信于飞会谢谢你的。嗯。希望月姨能够成全我，早点和小飞结婚。本来我就希望你们早点结婚的，既然你们愿意，我当然也不反对了，那就尽快吧。谢谢月姨，谢谢。那我就回去跟我妈商量，等确认好时间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好，谢谢强。谢谢月姨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路上小心啊。嗯。再见。婚礼不是要延到明年春天吗？怎么突然又想到要提前了呢？宇阳说，是叶玲劝他的，让他改变心意。刚才我们连婚纱都去试了。听叶琳的劝。那你们结婚跟叶琳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不明白呀？我用脚后跟都知道是宇阳他妈的主意，他肯定是担心那房子呀，夜长梦多，怕得不到手，就怕宇阳赶紧把小飞娶过门。哼，什么叶玲劝的，一听就是借口。舅舅，你别这么说，夏妈妈她最近对我挺好的。你就是太天真了，他对你再好也是因为钞票，知道吗？看在钞票的面子上。要不是你帮宇阳进了什么基金会当了个秘书，你老妈拿那钱出来退休金给你们买新房，他能对你好？做梦吧你！于强，宇阳妈妈马上就是小飞的婆婆了，你别这么说她。你别听舅舅的，她没正经的。小飞，你听妈说，什么原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幸福就好。既然他们想早点结婚，那就结吧，刚好了了个桩心事。安正集团决定发展副品牌的消息已经按照计划在新闻媒体上曝光，现在已经引起话题。相信远帆集团卖场开幕当天，这个话题必定会造成轰动的。不错，品涛啊，记住了，盯准一切进度啊！而且，叶董事，董事长在叫您呢。啊？董事长在叫你。哦，爸，什么事儿？你这2天怎么了？怎么老是这么心不在焉的？哦，爸，对不起，可能是这2天没睡好，有点累了。要真是累了，就好好休息2天，啊，别把身体搞坏了。我知道，谢谢爸。爸慢走。万一于越镇不住于强，那可怎么办才好？不行，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！我一定得想个办法解决于强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谁？上厕所小心一点，别弄到裤子上啊！怎么会是你啊？哎，急什么呀？拉链没拉好呢吗？你这么阴魂不散的缠着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我想干什么。我发过一个毒誓，就是一定要找到你，替我姐报仇。我无数次梦到把你从黄浦江丢进去，拿你喂鱼，把你从东方明珠推下去摔成肉饼，
一梦到这些啊，我都会笑醒啊啊！你给我出去！你信不信我叫保安？信，你叫啊，我帮你叫，最好把你老丈人、老婆孩子全叫来，我当他们面告诉他们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混蛋！你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啊，西装革履，仪表堂堂，住别墅，开豪车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你知不知道我姐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怎么过来的？日子有多苦，吃了上顿比下顿，还得四处打工。到底想怎么样？啊？于飞是你女儿，这个你知道了吧？怎么了？不愿意承认？好，我叫人来。有人吗？外边有人吗？哎！好，我承认于飞是我的女儿，这种可以了吧？大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一次说清楚行吗？这么些年了，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好，言归正传，于飞长大了要嫁人，我倒不奢望她能像叶玲那样能嫁个门当户对的富二代。不过我作为她的舅舅，你作为她的亲生父亲，肯定也不希望她日子过得很苦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点头了。点头就好啊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来点实际的吧，你拿一笔钱出来，就当补偿于飞的母女俩了。要是你答应了，你的事儿我可以替你保密；要是你不答应，我一定把你事儿抖出来，让你下半辈子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张哥，一飞，恭喜你啊！这么快要结婚了？那我先说啊，想要收我这份红包也可以，不过你可不要在结婚后辞职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！放心吧，必须来，必须来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婚礼准备怎么样？差不多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你小张哥。谢谢小张哥，谢谢大家对我的照顾。祝贺的。谢谢。爷爷。哎呦，于飞，你来了。董事长。来进来。这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郑重的约我，还和宇阳一块儿来。董事长，我跟于飞要结婚了，还有我们想邀请您当我们的证婚人。哎呦，这很好嘛，啊，我很乐意。谢谢爷爷。谢谢董事长。来，宇阳，你可要知道，我哥把于飞当成我的亲孙女儿，嫁到你们家以后，你要爱护她，疼惜她。我要知道她受一点委屈，我就不客气。董事长您放心，我会好好爱于飞的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个新家还需要什么？你跟爷爷说，爷爷送你们。您能给我们来当证婚人，我和宇阳就已经很高兴了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好。看样子，爷爷是同意了。叶离，于飞、宇阳，恭喜你们啊！谢谢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我当然会去啊，我很期待呢。看着你们一个个都要结婚了，我心里真是高兴啊！哎呀，自从小林眼睛受伤以后，我就从来没这么开心过。于飞，我要帮叶玲做最后的检查，你先陪下董事长吧。好啊。于飞，陪爷爷下棋吧，很久没有人陪他下棋了。那你们赶紧去检查。好，董事长，那我就先失陪了。好。来，叶玲，小心。来，坐下，重新买。爷爷，你可
可得手下留情啊！还没开仗就告饶，没出息。玉飞啊，你知道爷爷为什么喜欢这国际象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国际象棋当中啊，这个士兵只要走到对方的底线，他就可以升级为车马象，甚至是皇后。在中国象棋里边就没这个规定。当然了，他那个竹子啊，也可以吃掉将啊、帅呀，但是他始终就是一个小竹子。所以爷爷就喜欢这样。经过一番努力拼搏，增强了地位，又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我已经把婚礼提前，也按照你的要求请董事长当证婚人。我们的婚礼一定会举行，没有办法取消。现在你可以放心动手术了吧？你做到答应我的事情，我自然就会实现我的承诺。什么时候做手术？后天早上9点，待会儿就跟董事长报告这件事。爷爷。所以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所谓应该属于谁的财富，只要肯努力，这个命运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。谢谢爷爷，我会记住您这番话的。我相信，在将来我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会给我勇气。谢谢爷爷。这是定金，您数数看。这是房产证。总算了了一桩心事。这个给我看看吧。好。这款链子很大方，很适合做嫁妆。就这个吧。好。哎，小姐。我想再要一份一模一样的，送人。好。叶琳也快结婚了，我这亲妈怎么也该帮她准备一份。谢谢。要是能亲手把这链子帮她戴上，那该多好。喂。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要不是叶平涛来跟我兴师问罪，我都不知道。你怎么能拿着我跟小飞的名义去给叶平涛要钱呢？我认为我这么做没有任何错误。小飞是个亲女儿，这么20几年了，她吃香的喝辣的，她尽过以前当父亲的责任吗？她给过1毛钱赡养费吗？我这么做只是帮小飞拿到她本应该得到的东西，我没错。你还说你没错？你我还跟你说了啊，她要以为找你出面就能赖账，她大错特错。把我逼急了，我去他们家打老丈人，我不信他不给。你不要胡来啊你！什么胡来？我还没胡来呢。妈，否则我就起诉他了我。你们俩吵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那该死老爸呀！刘强。没有，我跟你妈没吵，就是说你要结婚了嘛，要不要找人去找你老爸，看他要不要出席？妈，我觉得不用了。这么多年我们都没跟他联系，为了这件事情去找他，实在是没必要。反正知道我的人也了解我的情况，不知道的话，就说我爸他已经去世了，无所谓的啊。你看你女儿，你看你女儿多懂事儿，时时刻在为你着想。你是不是也应该设身处地为她考虑考虑啊？就别说了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再说我怕我会气喘啊，我出去透气了。妈，坐下，别生气了。妈，你别把舅舅的话放在心上，我觉得真没有这个必要。来，我刚刚和宇阳去叶琳家，请爷爷给我们当证婚人。这不好吧？
我不赞成。妈，宇阳是基金会的秘书，爷爷是宇阳的老板，我们结婚本来就应该请他的。再说了，爷爷帮过我们很多忙，这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请他当证婚人的。所以宇阳一提议我就同意了。那只有杨董事长自己去参加婚礼吗？我想应该只有爷爷和叶玲吧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交情，应该不会来的。那就麻烦杨董事长了。原来有秘密在心里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，已经瘦2公斤了。哎呀！看电视好了，应该可以忘掉这件事情。所以说，人不能言而无信，承诺过的事一定要做到，不然会遭天打雷劈的。天哪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一定会说出来的。怎么办？不要看！你看你女儿多懂事儿，时时刻刻在为你着想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设身处地为她考虑考虑啊？于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算了，反正叶平涛的钱也是来自杨家，就当是他们给于飞的嫁妆好了。希望老天保佑，明天叶玲的手术可以成功，一切顺顺利利。用灿烂到底的神色，去浪漫了曲折，让我怀疑我是错的，敢付出才快乐，只远远伴随着，默默呵护着，也觉得胸怀中星星亮了。你侥幸爱，却带来伤害。努力割舍，努力掩埋，思念还在。手术时间大约2个小时左右，我会全程跟刀在旁边看着。姐，小玲啊，你别怕啊，我们大伙儿都来陪你了啊。贺凡呢？我在这儿，你放心的进去开刀吧，我会在外面守着的。时间差不多该进去了，教授已经在做最后的确认。李阳，全拜托你了啊！是啊，帮我们好好照顾小林啊！请大家放心，我有信心，绝对没问题的。进去吧。加油啊！爸，坐吧。叶玲没事的，你放心，我会在你身边陪着你，啊。
我同意将我跟于飞的婚事提前，不过是为了让你答应动手术。只要你眼睛好了，我就有把握能让张鹤帆毫无愧疚地离开你，进而改变我们之间的私交关系。叶老板，有什么指示啊？你不是答应我，只要我肯付钱的话，你就会让于飞消失在杨家人的面前吗？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你还说我说话不算数啊？是你先跑到我姐那儿去告的我状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再说你答应给我的钱呢？你给我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？我简直呸！叶平涛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用你的猪脑好好想一想，叶林和小飞是什么关系？是最好的朋友。叶林动手术啊，于飞能不在场吗？他要不在场，所有人不觉得不奇怪吗？对不对？如果因为这个，你是于飞亲生父亲的事儿抖了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你怎么办啊？这么多年辛辛苦苦，你不是白硬扛了吗？你在威胁我？我威胁你？我这是善意的提醒。我不和你废话，我再提醒你一下啊，小林手术应该开始了，你呀，还是去关心你那个女儿吧，好不好？八蛋！喂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小林刚进去，你就不见了人影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坐下吧。啊？给小林开刀的教授都没来，我哪有闲情逸致做呀？玉阳不是说了吗？教授正在做最后的确认，那叫谨慎。你们急什么呢？再说了，这么多日子我熬过来了，不差这几分钟吧？啊？是啊，妈，坐下吧。每次都这样，这该来的不来，不该来的总在我面前晃悠。爷爷，我去给大家弄点水来喝吧。去吧。爸，是，叶玲现在已经在手术室了。夏雨阳，你想凭这手术平步青云，我偏不让你得逞。周启瑞，他不是被医院免职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周启瑞，你想干什么？放手！周启瑞，你是不是想破坏叶玲的手术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周启瑞，别乱来！周启瑞，周启瑞。教授，你对这手术有信心吗？我不敢说100%，但会有信心成功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等消毒后，我们就进手术室。好。于飞，喂。夏雨阳，你女朋友现在在我手上，你现在立刻停下手术，等我消息，不然你的女朋友准没命。于飞，哎，夏医生，你去哪儿？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女人的友谊向来
不牢靠，跟天气一样，说变就变。我等着看你从云端跌下。我就不信了，就凭他跟杨家这点关系，杨董就会这么一辈子由着他。周启瑞那种欺善怕恶的小人，应该不至于真敢乱来。一切还是等动完手术后再说吧。手术开始了。你在哪里啊？手术已经开始了。周启瑞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上天堂，下地狱，随你高兴。周启瑞，夏雨阳这家伙竟然敢动手术，他真以为我不敢要你的命吗？周启瑞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又是这个人，他想干什么？叶林，昨天你是不是有打电话过来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的电话它好像出现一点问题，它总是自己接通。你干什么？周启瑞，我现在劝你还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，你还有回头的机会。放你回去报警抓我？你以为我傻子？告诉你，既然我敢下手，就没打算回头。我要抓的人是动手术的医生，哪想到让你给破坏了，我只好抓你来对付夏雨阳。刚刚我已经跟他联络上，我要他放弃手术。不可以，我不会让雨阳放弃手术的。只要你在他的心里够分量，他自然会这么做。于小姐，与其关心别人，还是先烦恼你自己的死活吧。肾脏科黄医师请到急诊室。原来你是故意的，你知道这手机在通话中。救命啊，教主！不管你是谁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教主，救命啊！你敢报警，夏雨阳他女朋友就死定了。于飞。贺帆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急事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小千，宇飞的手机有卫星定位，用所有的关系找出他的位置。快去报警！
再次他没命了。周芷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那就看夏雨阳怎么决定。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。居然关机了，看来他是真不管你死活。亏医院上下都称赞他有情有义，原来都是假的。在名利面前，他也是个见风使舵的。夏雨阳他不是这种人。不是？那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就算他不肯放弃手术，也该苦苦哀求我饶了你才对。可他却什么都没做，可见他想牺牲你来换取荣华富贵。不会的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他会不会？等你当了鬼之后，自己去问他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呐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妍妍总是跳。老天爷，请让我女儿的眼睛复明吧！任何罪过都是我这个当妈的错，就惩罚我吧，别再为难我的女儿了，求您了。雨飞，你一定要撑下去，等我救你。怎么样？手术结果怎么样啊？确切的结果要等叶玲醒过来以后才知道，但教授说了，手术非常成功。啊，真是太好了！老天保佑，小玲又可以看见了。雨阳，谢谢你啊，这份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董事长，您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待会儿先把衣服换了，等叶玲从恢复室里醒过来，就能推到病房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行，要让其他人知道了，我见死不救就前功尽弃了。差不多了，足够埋个人。夏雨阳可真够无情的。你说我挖这个坑得花多久时间？他居然没打半通电话过来。看来他是存心放弃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雨阳一定会打电话过来的，不会的。电话来了，是雨阳打电话来的，一定是雨阳。可惜，不是他打来，但就算是他，我也不会再给他机会。小张，帮我查于飞现在的位置。小张，怎么没有讯号？
之前为了他的工作向我低声下气，甚至他有今天这么辉煌的局面，也是因为你的缘故。才过了多久时间，他居然心狠手辣地